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立秋后要多吃红薯，秋季恰是红薯出产的旺季，价格非常便宜，又糯又甜，而且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一个红薯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3个鸡蛋，出锅松软香甜又拉丝，比外面买的面包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红薯和3个鸡蛋，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然后把红薯两头去掉，再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，去皮后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后把它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如果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的话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然后再把红薯取出来，稍微放凉后，往里边打入3个鸡蛋，然后再全部倒入料理机中，再加入200毫升纯牛奶。选择果蔬功能键，给它打成红薯泥，尽量多打几遍，打得越细腻越好。如果没有料理机的，也可以用擀面杖直接压成红薯泥。打好后，再倒入一个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4克酵母，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加入30克软化好的黄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在搅拌的时候，如果觉得太稀的话，还可以加一些面粉；如果太干的话，就再加一点牛奶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就可以。接着在面板上抹少许食用油，再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给它揉出手套膜。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膜，直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，说明就可以了。全程大概需要揉10分钟左右，然后再把面团揉圆，把表面揉光滑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再放回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淋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防止等一下面发起来的时候沾到保鲜膜上。再盖上保鲜膜，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20克葡萄干，再加入20克红枣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2勺食盐，加2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这里加食盐呢，可以让红枣和葡萄干里面的杂质自己跑出来。加面粉呢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红枣和葡萄干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红枣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，最后切成这种状态就可以。切好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再准备100克豆沙馅，倒入100毫升清水稀释一下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的豆沙馅就可以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
现在我们的面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看一下体积明显变大了很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，像这样就发酵好了。然后把面团取出来，在面板上撒上干面粉，再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。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把面团揉圆，然后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饼，尽量擀得薄一些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。最后擀成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大面饼就可以。再放上刚调好的豆沙馅，用勺子给它铺平铺均匀，整张面饼都给它放上一层豆沙馅，薄薄的放上一层就可以。边缘1厘米的地方就不要放馅料了。最后放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撒上刚切好的葡萄干、红枣碎，均匀的撒满整张面饼，薄薄的撒上一层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然后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些。卷好后，再用手给它搓一搓，给它搓细、搓紧实。搓好后，选择一头给它对半切开，顶端这里不要切断了，给它分成2半，另外一头可以切开。切好后，再给它整理一下，切面朝上，然后像编辫子一样给它编起来。编好后，再用手把封口处这里捏一下，把它捏紧实，防止裂开。捏好后，再像视频中这样给它盘起来，收尾处给它压到底部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接着把电饭煲内胆取出来，倒入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然后再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然后把做好的生胚放入电饭锅中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体积明显变大了许多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2次发酵好了。然后再把它放入电饭锅中，盖上盖子，选择煮饭功能，大概需要煮40分钟左右。跳至保温键后，先不要打开盖子，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红薯香味扑鼻而来，这颜色出乎我的意料，真的是很漂亮啊！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熟了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直接倒扣到面板上，底部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像用烤箱烤出来的一样，非常的香。看一下，非常的松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。再掰开看一下，层次丰富又分明，每一层都有豆沙馅，吃起来香甜可口，而且加了红枣和葡萄干，还有酸酸甜甜的口感，底部脆脆的，上层蓬松暄软，真的是好吃极了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